我们也绝对不让台湾沦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就是要敢讲这种话，谁要把台湾做地缘政治的牺牲品啊？就是不会跟你美国起舞嘛，我不惹事啊，然后你也不要来操弄我啊，就是不要跪美嘛，不要成为美国的筹码。它是有一些深刻的意义的。罗志祥加郝龙斌，再加剩下所有的人票加起来，依然没有郑丽文高。郑丽文的上台，其实也代表了国民党不可再持续的结构转换。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今天是国民党主席的投票日，他的票数很少，所以他开票速度很快。最终票数呢，郑丽文65122票，以50.15%的得票率当选国民党主席哦。这个当选感言哦，非常精彩。我们终于做到了。首先，深深一鞠躬，向这一次一路走来力挺立文、出力拉票，所有支持立文的好朋友们，关心国民党、支持立文的所有的党员先进同志们，深深一鞠躬，表达立文最深的感谢，12万分的感谢。其实摆在郑丽文眼前的是困难重重啦。虽然他以超过50%的选票当选，选的也比当年朱一伦更好，可是还是有一个横亘在眼前是什么？这些不服他的人，或者是在竞选期间倒向郝龙斌阵营，甚至口出一些比较激烈言辞的人，我们一直秉持一个看法嘛，这是个建制派与非建制派之争嘛。非建制派的力量从洪秀柱到张亚中跟朱立伦 2.0 选举的那一次，然后到现在，其实就汇集在郑丽文的下面，而且一次能量比一次还要强，还有候选人本人的人格特质也有关系。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立文姐选完之后，她很清楚一定要谦卑。除了所有关心支持立文的朋友们，在这边我也要感谢跟我一起参与这场主席选举其他5位非常优秀的先进同志候选人们。刚刚立文已经一一的跟他们通过电话，感谢志强兄。刚刚在电话里头，我也跟志强表达了，第一天上任主席，我们就要并肩作战，未来有更多艰困的战役等着我们。立法院党团一定要跟国民党中央合作无间，一致对外。加上因为志强委员也是这个会期的书记长，所以我们2个一定会战力破表。1+1大于2，共同作战。我说真的，这个气度还是不错的，而且我不认为只有稿子。老实讲，赢得这么漂亮，我想，即便是郑丽文阵营事前估票，也不见得这么的准确。国民党历经各种考验、艰难的挑战，不管是成功的时刻、失败的时刻，我们都可以看到朱主席他一路走来，扛起重任。朱主席刚刚也勉励立文，真正辛苦的活才刚刚要开始。立文也要跟大家报告，团结非常重要。我对中国国民党有信心，选举的结束就是我们团结一致的开始。其实这句话反面也是讲到一个问题，选举真的蛮分裂，所以再三的呼吁大家要团结一致。但我们不只要团结国民党，我们还要团结在野，我们甚至更要团结全台湾。所以在这里，我也很感谢刚刚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主席第一时间就致电给立文，恭贺立文。所以你看这个蓝白合的重要性，有没有一些横向的连结，有没有一些横向的对接？第一时间呢，把这个横向对接找出来之后就很重要。所以蓝白合的光明之途在前方嘛，民众党这段时间也是积极的在进行一些布局。其实当蓝白的力量逐渐推进到社区的时候，民进党的这些青鸟它是很躁动不安的嘛，他们一定是很有攻击性的出来啊，那这是好事啊。所以蓝白联盟联手，民进党是害怕的，这是很正常的。主席第一时间就致电给立文，恭贺立文。我们短暂的交谈，但是也展现了最大的善意跟诚意，因为我相信立文跟国昌主席都知道这个社会对我们有多么高的期待，所以立文也再一次的向大家承诺，我们一定要用最大的诚意、决心，未来一定会完成在野的团结，为台湾拨乱反正。但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用我最深的诚意，告诉台湾的执政党民主进步党，其实现在所有的国人最在乎的是什么？最关切的是什么？就是台湾真的不能再内耗，我们不要在自己内部找敌人，我们希望能够团结台湾，我们希望能够把台湾的政党政治从恶斗内耗拉回正轨，成为良性的竞争。我相信这才是人民殷殷期盼。党内的策略就是团结、团结再团结，民众党来致电建立连结，所以蓝内合、蓝白合，再来要走向非绿大整合，然后呢，箭就射向了民进党。第一个，不要再制造社会的对立；第二个，不要再制造两岸的对立，这个都是直指问题核心的。让两岸不再有战火，我相信这是台湾内部所有政党共同的责任，我们应该共好双赢，才会带给台湾人民真正的安全跟保障。我真心期待未来台湾的政党政治能够回到良性竞争的正轨，不再是所有内耗跟恶斗。在这边，我也想向所有关心台湾政治的国际朋友们，我知道国际社会还有国际媒体高
高度的关注这一次中国国民党的选举，所以立委也愿意借这个机会，最后再重申中国国民党未来对外关系，我们一定秉持着对等、尊重、互惠的原则，我们一定坚持3大原则：第一，我们绝对不能够让台湾成为麻烦制造者；第二，我们也绝对不让台湾沦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第三，中国国民党会担起责任，积极的为区域和平做一个和平的缔造者。不做麻烦制造者，就是自己不主动发车啊，这第一点啊。现在民进党整天自己主动发炉啊。第二个，不做地缘政治的牺牲品，讲给谁听？谁要把台湾做地缘政治的牺牲品啊？就是要敢讲这种话，不点名批判，就是不会跟你美国起舞嘛，不跟你老美起舞嘛。哇，这国民党主席没几个敢讲这种话，我不惹事啊，然后你也不要来操弄我啊，就是不要跪美嘛，不要成为美国的筹码嘛。第三，中国国民党会担起责任，积极的为区域和平做一个和平的缔造者。讲到和平，必然跟两岸关系挂钩，这个时候不宜去提你该怎么做两岸关系，但是事实上他已经在做了。简单来讲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对比民进党的仇中贵美搞事，它的对应就是求稳防美，防御的防，有路合路，而且是积极的做，所以这不是有路合路咯，是更积极的，是联路来做这个区域和平的一个缔造者。社会最庄严的承诺，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3大原则。从今天开始，我相信我们的心愿都会成真，因为我们会携手相连，并肩作战。国民党这个团队，国民党这个家庭，会为这个国家担负起最重大的责任。不要忘记，覆巢之下无完卵，我们同岛一命。我最后再一次呼吁，执政党在野党，不要忘记我们从政的初衷。我们绝对不可以因为个人的私利、政治的计算而出卖了台湾人民的未来安全跟福祉。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担负起这一代人最重大的责任，让台湾、让中华民国重新迈向康庄大道。它里面讲了几个点啊，我觉得是很关键的。第一个是国民党要承接这个使命，而且是在2028年完全执政，相当于你必须在总统跟国会都要双赢。第二个呢，很关键的事情是28年这个数字代表郑丽文绝对不是一个过水的主席，他不会随便卸下他的职务，他会认真满4年，并且在4年当中呢，迎战26、28两次主要的选举，确实相当敢于承诺，也敢于作战，敢于直面问题，基本上所有的重点全部都讲到了。我想请教一下这边那个右边联合报提问想问一下，就是说在选举前有提到说国民党是要摆脱这个酱当文化，那过去国民党选出来的候选人其实大多数都是体制内的人选，而党内结构可能一时之间其实是很难撼动的，接下来会不会担心有并不出党中央的问题？我想在选举过程当中，难免会有很多激情或者是非理性的揣测啊、言语啊、交锋啊等等的。那我想在选举结束的这一刻，我们就让他翻篇了。立文有信心，而且我刚刚已经说了，我感受到在立文走南走北，全台湾在请益跟拜票的过程当中，其实感受到的是国民党上下一心，对于国民党的未来抱非常非常高的期待。所以大家可能比较想要看到的一些宫斗剧啊，或者是说内部是不是有什么勾心斗角啊，我认为这些可能大家都过滤了。其实，在国民党内没有这个问题。真的很会讲这个要是不小心就是掉入了情绪的漩涡里面就被勾出来了。但这里完美防守，突然之间一个鬼转说你们喜欢看宫斗剧，我知道，但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翻篇了，选举都翻篇了，他一定会讲一个公关话，但能够把公关话讲出有内容，那这就是他的个人能力，而且这是提问时间根本没搞嘛。郑丽文的当选有很多有趣的点，最大的关键是郑丽文是第一个曾经有过民进党籍而来担任国民党党主席的第一人，她也是国民党第2个女主席。郑丽文的上台其实也代表了国民党既有结构不可再持续的状况，而且即便在65岁以上党员占了2/3的状况之下，依然让郑丽文能够超过50%的选票来当选。所以这些事情它是有它的结构上的意义的，很多事情就是你一定要顺天下之大潮，两岸往前走，这个是不可能可逆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要勇于往前走啊。再来呢是罗智强的败选感言，很感人哦。我这边呢要公开的称赞罗智强，罗智强是我心目中最佩服的政治人物之一啊，真的很无私啊。那些攻击他黑他的人真的很不要脸，他一开始选我就跟你说他会选到最后，可是我最敬佩他就是他那个气度，他会放下，选前再怎么焦虑，选后就是要积极的团结。各位媒体大家好，恭喜郑丽文同志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选举结束
团结开始，共同携手重返执政。在这边，我要先恭喜我们郑丽文同志高票当选中国国民党的主席。那刚刚我已经也打电话给郑丽文同志，亲自跟他献上祝福跟祝贺之意。选举的结束就是国民党携手团结的开始。那我相信我们的新主席郑丽文同志，他一定可以能够把我们国民党带向更团结、更有战斗力，也更能够去跟民进党抗衡，来帮助国民党来赢得重返执政之路。那当然，除了恭喜郑丽文主席之外，也要特别谢谢朱立伦主席以及他的团队，在过去这些年很全面哦，强哥还是懂的哦。国民党不断的这个克服难关，也让国民党在包括地方的大选胜选。那我相信郑丽文主席他一定可以凝聚我们大家所有的力量。那毕竟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有共同的使命，为台湾的民主要继续努力，这一点我深具信心。我真的觉得这一局里面他真的很辛苦了，他有他的想法，也有不许他往前的力量，可是最终他用了他的自己的方式来获胜。当然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看不到罗志强他必须休息一下，但是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大家不用担心，好不好？